在这一节我下面要谈的是一个小小的主题，哈。这个主题跟后面的积分有关系，但在这个脉络，其实我只谈论一件事情。这个谈论是这样：就是我要讨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反导函数。但是反导函数，不是导函数的反函数哈，不是这个意思，不要乱想。就是说，我们从 f(x) 不是可以做微分得到 f' 的 x 吗？好，然后再微分得到 f' 的 x， 好，然后可以一直做下去，这是我们所谓的高阶导数。你一路求导函数一直算下去。那反导函数指的是，我想要知道它前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函数，当我微分把这一点补进去以后，它就变成这样子。OK， 好了，不但没有这种符号，所以我把它写成大 f(x) 好了。就是我去问这个小 f(x) 前面是什么样的函数，微分会是它这样子。所以是那个反导函数的反是反过来的意思，方向上反过来的意思。OK， 所以譬如说这边如果是 x 平方，我当然知道微分以后这是 2x， 啊，再微分以后是2，再微分以后就是0，一直下去，好，当然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地方呢，来，这是什么？好，次数在降低，所以当然这边第一个是 x 的3次方，但 x 3次方微分是 3x 平方，你去用个3把它消掉，好，所以得到这个4。所以x的3次方微分以后得到 x 平方，那这样子呢，我们就称x 3次方的是 x 平方的反导函数。OK， 所以好，这当然是一个功夫哦，就是你怎么求，那这个我们后面再谈。但至少概念上就是很简单，就是你找一个函数微分是你本来这个函数就对了。那这边有一个很显然的事情是，如果是x 3次方加1，这也是对的，对不对？因为常数的微分是0嘛，所以这个微分是它。所以至少我们先确定一个事情，导函数的部分啊都是唯一的。我给你一个函数，这个微下去是唯一的，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反过来讲的时候，其实它都不是唯一的。至少你现在已经知道，所有的x 3次方加 c 啊，其实微下来都是同一个东西啊。这是第一个你要注意的事情。所以我现在的问题是说，我在左边这边到底能够找到多少 x 平方的反导函数？因为它既然不是唯一，就开启了一个大门，就是到底有多少函数微分是它？哦，其实是这样子。那我下面要说呢，其实这个问题相当于去问，除了常数之外，还有什么函数微分会是0？哦，那原因是这样子，如果假设我知道 f1 跟 f2 是它的反导函数，那我们去看看它的差啊，因为我要知道有多少个不同的反导函数，所以我就干脆比较它们中间的差，看看它的差会有什么特别的性质。结果呢，你发现因为从导函数的这个式的运算，你得到这个结果，好，所以它的差一定是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微分是0，啊，譬如说常数，啊，常数。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除了常数，还有没有别的？那几何上来想啊，你还真的想不出来还有别的，因为有一个函数，它从头到尾微分都是0，意思就是说，它每一个点的切线其实都是水平的。那因为一路水平下去，所以它当然只好水平了。好。
这是一种证明。但是我刚刚讲，如果你觉得不满意，那你就要想办法来说明这件事。所以我把这个小小的性质把它写在这边。这性质其实很小。如果 f(x) 呢定义在 a、b 上，或者 R 上，都可以。而且 f'(x) 等于0，则 f(x) 是常数。我完全没有要就是否决你们的几何直观，那个是对的，就是你感受到它实在不可能不是常数。我现在只是提供的方式是说，你到底要怎么样稍微把它说得更清楚一点，万一有人质疑你的几何直观，因为画来画去老师说啊这是对的，那谁知道你到底对还不对？这样子，好，所以我取C。在我用 A、B 好了，或者因为是 R 的话就随便取，取 C 呢在 A、B 之间。然后你现在考虑 f(x) 减掉fc 除以 x 减 c， 写这个写法。然后呢，从平均值定理知道这个是 f'(c)。平均值定理告诉你这件事情，但是呢，你刚刚的假设是一律是0，就是其实是0，所以呢 f(x) 只好等于 fc， 而且这件事情对任何一个点 x 都是对的因为我写成 x 的目的就是这样，就是你随便取 A、B 上的任何一个点 f(x) 减到 fc， 反正一定是对的那这个东西听起来有点玄妙但是你可以想一下你开车的例子，这有点像，你说你开车我开车出去，然后呢，但是我速度都是0，所以现在请问你到底有没有开出去？那当然想速度都是0，当然没有开出去但是你如果真的要说明它，那就只好假设假设我开出去的话，那它就会发生这个事情，速度就不可能是0。其实意思是这样这个证明的意思其实是反过来的。就是说，我说我没有开车出去，因为我的速度都是0，好吧？那我要证明这件事情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假设我开车出去，那我位置总不一样嘛，比如说这样子。那因此你把这个东西算一下呢，那算下来以后，那个速度有可能就不是0，那就跟这个矛盾，其实有点像这样子。但是这个写法比较完整所以我们把它写成这样。所以这是平均值定理的一个应用那我们把刚刚这个把它再拿过来。定义什么叫不定积分？这其实很怪因为我们什么积分都还没学，所以目前你把它当做一个名词就好不定积分其实差不多就是反导函数的意思。或者说呢，讲精确一点，不定积分是反导函数的全体。就是我们刚刚说。你在问 x 平方到底什么函数微分会是它你如果单个讲，所以这个是它的反导函数，这个是它的反导函数，譬如说像这样子。但是你如果全部把它合在一起，说我要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子那个东西叫不定积分。我们把不定积分呢记成这样子。我经常觉得这很荒谬，这样子就是我要记 f(x) 的不定积分，结果我把它写成这样子，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说，假设你是男生，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你很喜欢的女生，所以冲过去，然后呢要跟她讲话，这女生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啊？这个男生马上冲回家去，洗一个澡，穿着很漂亮的衣服，然后非常郑重，再跑回来跟她讲，我叫什么名字，目前这个状态有点像这样，我只是要问它的反导函数是什么，结果你给我装成这样子，写了一堆东西，然后不知道在干嘛，这样子，好吧，暂时忍耐一下。这就是它的符号，所以譬如说刚刚我们讲的 x 平方
这个东西，其实重点是这中间这个，好，它其实就等于x3次方加 c， 好，就是这样。所以你还可以讲，譬如说，1dx， 那就等于 x 加 c。好，你可以做很多的练习。那你要检查，你也可以说从这边微分是它 ，OK。好，所以我们可以先谈一些基本的例子。那这个我写在讲义上，我把它抄下来。所以譬如说，刚才问全部，所以这个就是 r 加1 x 的 r 加1次方，啊，但是唯一的要求 r 不等于1，r 不等于负1，这样子。第二个，譬如说 cosine x dx， 就是像这样子。那这是一个练习，除了这个符号有点怪以外，其实它真正的困难是说，我给你一个函数，你要怎么样找到那个函数的微分会是它？目前在这个阶段，我如果真的出这种问题，这个问题不会太难，也就是在你正常的、你可以想出来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后来就是这个学期的下半部会花很多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他穿衣服穿成这样的原因。OK， 但是这要后来才知道。那下面我还要谈另外一个例子，但在讲这个例子之前，我要提醒你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就关于这件事。我们刚刚说，这实在是非常的合理，就合理到有点无聊。我给你一个函数，微分是0，然后你说它应该是什么？它应该是常数嘛，但是这个问题啊，如果是变成这样子，假设我给你 f(x)， 但是呢，譬如说，好，举例来讲，譬如说它是定义在，譬如说-2、-1及1、2上面，就是说我这个函数是定义在这上头，在这上头。我这个例子我现在看起来有点人工化，等一下我就会让你看到比较自然的例子。假设函数定义在这边，然后再问完全一样的问题，请你找到一个函数，它的微分会是0，请问这个答案是什么？那你说当然还是常数啊，因为没有变化，这边还是常数嘛，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微分就是0，好，这个当然是对，这没有问题。我现在的问题是这样，这样对不对？OK， 就是当你这个定义域的时候，它分开的时候啊，你在这一段是一个常数，在这一段是另外一个常数，这还是对啊，因为它的微分这边也是0，这边也是0嘛，但是它并不是整体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常数函数，所以在这边我们讲阐述讲那个东西是对的其实有一点点暧昧的，就是说原则上我知道它是常数函数，但是意思是说，它如果限制在某一个连在一起的区域里面的时候，它是常数，这边它是常数，但是整体来讲，虽然也还算常数，但是你不好讲它是常数函数，因为毕竟它在这边所对应到的函数常数，跟在这边所对应到的不一样，所以这是你要注意的事情。那这个跟我下面要讲这个例子有关。那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个例子，是因为这个例子后来很重要。我们要看这个式子。那你可以想成这是补足这个式子因为刚刚我们讲 x r 次方 r 不能等于-1，那我现在要讲 r 等于-1的情况。好，这应该是什么？那当然有一个你一定知道，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但是我们快要小考了，所以你应该要知道，什么函数微分是 x⁻1？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就有点麻烦了。OK，
自然对数 log x 微分是 x 分之一，好，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呢 log x 只有定义在 x 大于0，对不对？但是 x 分之一这个函数明明小于0也可以定义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啊，所以真正的答案写起来其实是这样，啊，变成一个你很讨厌的东西，啊，有绝对值。但是这个其实意思只是分开来，就是说它是 log x 当 x 大于0，啊，负 x 当 x 小于0。好，这个例子呢，其实有2个重点。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我其实写成 log x 的时候，我加绝对值，其实它的意思是这样。然后你去检查，在负的时候 log 负 x， 它的微分呢，其实是等于负 x 乘上这边是负1消掉。所以果然还是 x 分之一。好，这没有问题。好，所以注意到，因为 x 分之一有可能 x 有可能是负的，你不能丢它不管。所以你得在负的地方找到一个函数，它的微分是 x 分之一。那我现在找给你，它其实就是 log 负 x， 好，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它微分刚好是 x 分之一。那因为在 x 大于0是 log x，x 小于0是 log 负 x， 所以我干脆选成绝对值，好，就这样子，不是反过来，不是一开头你就知道是这样，好，而是说你很仔细的去找它，然后发现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是这个不定积分的第一个问题，但它其实还有第2个问题，为什么？当我写这个加 c 的时候，哦，这里面就牵涉到我刚刚在左边讲的这个暧昧。为什么？因为 x 分之一这个函数啊，它的定义域是分开的，哦，就是当我写，就好吧，我就借用这个图哈。这是 y 等于 x 分之一的函数的图形。它在 x 等于0是没有定义的，因此它的定义域是分开的。因此在这个情况，你写这个加 c 呢，要小心。我们通常还是写加 c， 但是呢，它的意思其实要想成是在 x 大于0的时候呢，是 log x 加 c 是某个常数 ，x 小于0也是 log 负 x 加 c， 但是这2个常数也有可能不一样。好，譬如说我画个图给你看。如果你是写 c 等于0，好，完全是0的话 ，log 绝对值 x， 它的图形是这样子。好，因为它有绝对值，所以两边对称，对 y 轴对称。但是我现在写成加 c 的时候，它允许什么呢？它允许像这样子。好，允许成这样，也就是右半边可能是好随便写，譬如说 log x 加6，但是左半边呢其实是 log 负 x。然后减3，好，比如说这样子，然后你可以注意到右边微分还是 x 分之一，左边微分也是 x 分之一，这样子，好，所以当我们写加 c 的时候，你要小心它的这边有一点点暧昧。那幸好是这样，通常你在应用这个，这后面我们在应用这个东西的时候问题你有兴趣的地方，通常会集中在可能在右半边，也有可能在左半边，所以以至于呢，你随便写个常数其实无所谓。好，所以我只是提醒你说有这么一件事情。好，我们接下来要上的是这个55页。这叫线性逼近，啊。逼近这件事情啊，如果你觉得有点抽象，你只要回想一下你小时候学的东西。好，我喜欢让你们想一下你们以前小学、国中学的东西。譬如说拍，你知道你不能把拍写成3.14，拍这个数呢是一个无理数，是一个非常无理的无理数，所以我们不能写成等于。我们通常是写成近似，那这样子你就可以说3.14呢是拍的逼近，它是它的近似值。然后在这个问题里面，通常是有很多争议，譬如说日本或者台湾某些人，有人想把拍定成3，那拍定成3，当然你在小学算那些圆周长跟圆面积的时候就会比较好算了，因为它突然变整数就好算很多。但是如果实际应用上的话呢，3很容易就不足这样子，所以通常一般来讲，
哦，你会把它写成譬如3.14，但是其实你也知道，你还是可以把它写成更多一点，譬如说3.141559，啊，比如说像这样，那这样就又更精确一点。所以其实是看你的问题。那在逼近的问题里面，通常是这样：你如果用比较简单的东西来逼近，因为我们的逼近有一个很基本的法则是这样：被你逼近的东西一定要比你去逼近它的那个东西要来的困难，哦，你才需要用逼近。譬如说，你绝对不会用3.14来逼近3，虽然理论上这是对的，但是3你明明就很熟，你干嘛用3.14去逼近3？不是很奇怪吗？哦，所以这个逼近是有一个方向性的，就是这个东西比较复杂，然后你用比较简单的东西去逼近它，但是这个简单的东西到底要多简单，这是看情况。如果你希望它真的很简单，那譬如说把它写成3，那你要付出一点代价，就是它不精确。那你如果把它写成稍微精确一点，你付出的代价就是它看起来比较复杂。虽然没有到拍这么复杂，但是它稍微复杂一点，但它整个计算比较精确。那在这中间你要怎么取舍，其实就是这是一个实际问题，不是我在这边随便讲的，要看你碰到真正的问题，然后再来决定。好，讲了这么久，那我们这一节到底要讲什么？我们这一节呢，要讲的事情是我们以前在做逼近的时候，都是一个数去逼近一个数，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函数 f(x)， 我现在呢要用另外一个函数来逼近它。那你记得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东西要比它简单，就是这个是你很容易可以看到的东西，然后这个可能是复杂的东西。譬如说这个可能很难算，然后这个很好算，譬如说像这样。那这个是我们在谈这一节课你第一个要注意到的事情。然后我们后面呢再来处理说它这个逼近到底逼近有多好啊，像这类的问题。这个会慢慢变成我们在至少上学期到最后的主题。那我们今天就来讲最简单的情况，那这我们叫线性逼近。那各位打开讲义上的图就是55页，你看一下最上方有3个图。这3个图呢，这个其实是 y 等于 log x， 在这一点的切线。所以左边呢，为了要让你看到原来的曲线跟切线长得不一样，所以我画成这样。但是呢，切线是所有直线中间，当你在过1的这一点，所有直线里面最密合一点这才是切线的本意。因此呢，你现在看中间跟右边的图，也就是我开始把它放大，尤其是最右边这张图，我把它放大到这个倍数的时候，这是16倍。请问你有看到曲线跟切线中间的差别吗？已经看不出来了，对不对？可是，一条是直线，一条是 log x。log x 是我们不会算的东西，直线是我们会算的东西。所以这里面很快就产生一个很基本的应用，就是其实你可以用这根直线来算那个曲线的值。当然它不是完全一样，但是至少譬如说放大16倍，你完全看不出任何差别来讲，那这已经算非常非常有用的东西。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一节叫做切线。应该写在更那边一点，先移到前面。切线与线性逼近。我现在要用，我因为有切线这个性质，我知道说我可以用切线去逼近一个函数。譬如说刚刚这边写的是 log x， 然后右边呢这个你算一下，你会得到它是1/x。我算一下好了。这个切线是多少？我们来看一下log x 的微分等于x1/1嘛。所以它的这一点的切线就是 y 等于 log 1加上 x1/1，但是把 x 呢你带1，所以变成1/1乘上 x 减掉1，所以变成1加上1/x 减掉1，所以变成1/x。这条直线还过远点了。所以 y 等于1/x， 因此我们得到这样子。你看一下左边，再看一下右边，它在做类似的事情，
只是左边是数，右边是函数，就这样而已。OK， 那就像左边那个派 log本身是不好算的啊，你要查表，你要按计算机。右边这很好算，唯一的差别就是这个1，好，你就大概知道它2.7多，大概是这样。然后不然的话呢，你现在就很好算了，至少在 x 旁边很好算，好，所以你记得这个在 x 等于1附近，好，就说像这样子。好，那这个最基本的想法呢，我们就叫线性逼近。我现在开始把这个东西稍微整理一下，好。所以我现在先有一个函数 y 等于 f(x)， 那我现在给定一个点 x 等于 a， 那我现在要在 a 这一点采取我刚刚的手段，我要做线性逼近，所以我要求它的切线。那它的切线呢，我把它记成 Lx， 啊，这是切线。好，因此这个线性逼近的第一个形式呢，写起来就是这样子 ，f(x) 大致上等于 f(a)。好，大概是这样。那这个式子可以有很多变形啊，譬如说下一个也很常用，因为 x 呢要在 a 附近嘛，啊 ，x 在 a 附近。那我已经讲过，在 a 附近，你经常可以把它改写成另外一个样子，就是把它写成 a 加上，啊，比如说 h 是一个很小的数。那依照这个东西，你把它带进去，所以你得到 f(a) 加上 f'(a) 乘上 h， 好，所以 f(a) 加上 h 跟 f(a) 中间的差，大概就是等于 f'(a) 乘上 h。哎，听起来有点，这听起来好像不是新的，哦，然后你再仔细想想，我再把它写成这样哦 ，f(a) 加上 h 减掉 f(a) 除以 h， 大致上就等于 f'(a)， 对不对？就是我把它移过去，因为它大致相等嘛。那这个东西类似等号，所以你可以把它移过去，把这个除下去，所以它这个就等于它。哎，这不就是导数的定义了吗？所以它其实讲的就是导数这件事，那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切线本来就是用导数来算。好，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在 a 这一点用切线去计算东西的时候，它把它移一点点，所以本来的函数中间的差除以 h。大致上等于斜率，这本来就是我们讲导数的时候极限的意思。所以呢，这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好，这其实是我们从导数里面知道的事情。那大致上就是得到说，如果你写成这个式，那它大致上就等于 f'(a)， 其实这个意思。好，只是说应用上，你真的在用这个线性逼近的时候，你的写法当然是把它写成这样，因为你要算的是 f(x) 嘛。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例子。那我要把这个讲义的顺序有一点调动，好，55页的下面我要等一下再来谈，一直到56页，好，我现在来谈一些，所以你们看这边就可以了，哈。我们先看1加上 x 的 r 次方，其实我应该先讲以前碰到的例子。好，这个比较可以算，我等一下再来算。我先来讲比较不可算，好，譬如说 sin x， 第一个例子 ，sin x 等于0。好，那这大概是什么样子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y 等于 sin x，sin x 的微分等于 cos x。所以 sin x 在原点，在 x 等于0啊，因为 x 等于0带进去等于0，它的切线是什么？那就很好算了啊，因为 cos 0等于1，所以过00点的切线是 y 等于0加上 cos 0带进去1乘上 x 减0，就是 y 等于 x。所以换句话说 ，sin x 当在 x 等于0。
好，这就是上次我讲的式子。好，那上次我只是说，因为极限 limit sin x 除以 x 大致上等于1，所以 sin x 等于 x。那这个式子其实就是完完全全就是线性逼近的式子。好，给你 y 等于 sin x 这个函数，假设你要算在 x 等于0旁边的点，它大致上就是这样。譬如说 sin 0.1，大概就是 0.1，好，就这样。虽然 sin 这个东西0.1这个角你也不会算，什么你都不会，但是你现在从这个地方呢，你知道其实它大致上就是0.1，好，然后这个数越小越精确，好，比如0.001，它大致上就是0.01，它只差一点点而已，这样子啊，很小很小的数。好，这是第一个。所以从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猜了，好，譬如说 cosine 啊，不是 cosine， 譬如说 log x 大概会等于 x 减1，好，在 x 等于1附近。为什么？因为我们算过这个极限 ，log x 除以 x 减1，在 x 趋近于1的时候是等于1的，好，那我们现在用线性逼近来看一下，所以 log x 微分等于 x 分之1，好，那带 x 等于1，啊，就这个地方得到1，所以我们来写一下，所以我知道过10的切线是 y 等于0加上，这带进去是1上 x 减1，好，这是它的切线，过 x 等于1的切线，那这是我写的，所以 log x 大致上等于 x 减1，在 x 等于1附近。这样子，因此你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写成这样。所以，譬如说 log 1加上 h， 啊，在 x 等于1附近，你把它写成1加上 h， 它大致上就是把它带进去，大概等于 h， 好，所以譬如说 log 1.03， 大致上就是等于0.03。OK， 那这完全就是这个式子。啊，你现在看到左右的差别，左边这个更不晓得怎么算，右边这个超简单，哦，直线，啊，这是为什么这个线性逼近这么重要的原因，因为从此你就可以算很多东西了，好，所以呢，我们仿照这个东西，我们来看回到刚刚那个讲义上我要谈的例子，假设是 y 等于1，好，我写 f(x) 啊，r 次方就一般来讲，好，就写 r 次方。在 x 等于0附近，好，这个数字一定要写，因为你不可能用线性逼近去逼近，你说在一个很远的地方的切线来逼近这边的函数值，好，这不可能，所以一定要讲这个在哪一点附近。好 ，x 等于0，所以呢，我们看一下 f' 的 x 等于 r 乘上1加上 x 的 r 减1次方。OK， 所以呢 f' 0。等于 r， 好了，所以过0，这个把它带进去，01的切线是 y 等于1加上 r 乘上 x 减0，啊，也就是1加上 rx， 所以呢，我就得到1加上 x 的 r 次方 x，OK， 那这个例子呢，有你可以算的部分，因为你比较不会算的部分，所以你可以检查。譬如说 r 是整数的时候，你可以检查大致上是对的，这样子。那是整数的时候，譬如说我举个例子，1加 x 的平方，不是等于这个式子吗？但是呢，我们的线性逼近说它大概等于1加 2x， 哦，那你注意到它们两个真的不一样，对不对？合理嘛？因为这两个式完全不一样，这是2次式，这是1次，当然不一样。但是你注意到他刚刚讲那个逼近这件事情，当你现在是在1的附近，啊，或者说应该是说0，因为 x 等于0，在0的附近，对不起，在0的附近，在0的附近你取一个0的附近就是很小的数，所以1加上 x 呢是一个很小的数的平方，等于1加 2x 加上 x 平方 ，x 已经很小了 ，x 平方当然更小，哦。它的层次比这个要小得多。如果 x 只是0.01，x 平方就是0.00001这样子，好，这样子就更小。好了，那这个东西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回来谈。所以至少这边你可以注意到像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也可以去检查，譬如说1加上 x 的负1次方，啊，大致上等于1减掉 x。好，那这也是我们上次其实偷偷用过，其实你们也都很知道，在 x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在x 在0附近，那它大致上呢，其实变成1减 x， 意思是什么？1.01分之1大概等于0.99，反过来，如果是0.99分之1，大概就等于1.0。不是当然了，我现在意思是说，你现在带进去，用这个来解释，用这个来解释，就得到这个式子。好，所以就算是日常生活，你要用像这样的东西，其实也还算蛮常用到，偶尔你就会用到一下这样子。OK， 那你就不用在那边算了，哦，或者说它大概是多少，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子。OK， 所以譬如说在下面呢，我就会举到这个例子，我忘掉那例子是什么，不过也不是很重要，好，我就举这个例子。譬如说你要算1.001、1.002好了的1/5次方，比如说这样，还是1.01就好，比如说这样。这个的1/5次方要怎么算呢？哦，那你现在呢，依照我们刚刚得到的式子，你要知道。碰到这样的例子，譬如说我可能只是出这样，你要回想到像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你要重新把它想成我在做1加上 x 的1/5次方啊，譬如说这样。因此你现在可以用线性逼近去逼近它，然后呢，它大致上等于1加上1/5乘以0.001，这样，所以这个是等于1减掉0.0002，好，当然是这样。所以这样子的话，连你本来要开根号，开根号你都已经觉得很麻烦了。当然你在国高中也许有老师会告诉你开根号真的要怎么算。但至少三次方、4次方，就是开3次方、开4次方，好，其实你是不知道。那这边呢，就等于给你帮忙你找到一个方法，好，所以光只是实用上，这个就已经很有用。这是第一个例子。好，第二个例子，好，这是我故意举的。我们来看根号65要怎么算。这个等于根号1加上64，好，所以依照线性逼近，它大概等于1加上2/64，所以大概等于33。好，合不合理？为什么你们都没有看起来很惊讶的样子？你也都知道是错的，是不是？这太荒谬的结果啊！哦，根号65等于33，那这样的数学就不用做了，整天不知道干嘛。为什么？你在做这些逼近的时候，你心里面要知道它是在逼近，哦，所以你不是在背一个公式，叫做1加 x 的 r 次方等于1加 rx， 不是这个意思，哦，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它在这里面，它其实有个先决条件是这个 x 呢，它是很小的数，因为它是在 x 等于0旁边逼近嘛，对不对？你刚刚也看到那个图，它只要稍微远一点，它就会张开了。所以你当然不能这样做，所以这个当然是错的，哦，这是我故意写的。那你要怎么做呢？这个想法不是不行，我只是说，你要稍微想一下，什么是比较大，什么是比较小。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应该要倒过来这样做。我还是我把它写成这样好，64加1。好，所以它变成64， 1加上64/1，然后用一点点你知道的根式的运算，你可以把根号64移出去，所以变成根号64乘上根号1加上64/1，所以是8乘上根号1加64大致上等于，好吧，我就直接写啊，因为空间不太够，128/1，那这等于8。加上16/1，这样，那这个才是合理的，合理的估计，因为相对来讲，你用到的1/64相对比较小，好，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那我想到这个地方，只要你有听懂的话，应该都会觉得，好，这是一个好用的工具，哦，因为它完全满足我刚刚在讲，你逼近的时候要用一个你很会算，直线你是很会算，好，你算来算去，这个从国中就开始算。
左边是一个很不会算的东西，你现在发现我刚刚举的例子都是左边你不会算的东西，那但是你现在可以用某种方式呢变成可以算，你都不用查表了。我不是说你从此不用查表，不用按计算机，不是这个意思哈。好，那在这个线性逼近里面呢，这是第一种写法。好，但有时候呢，我们会强调这中间的差。这些式子都是一样的，只是说它强调的感觉不太一样，只是这样而已。好，那在这个情况，有时候我会把它写成 delta y 大致上等于 f 看 a 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用这个符号的意思，就是你因为一个 x 的微小变化导致 y 的变化，所以你把 y 的函数值中间的差记成 delta y。把 x 上面的差记成 delta x， 就它写成这样，好，当然是这样。那这个写法有一点点危险，就是这个 a 啊，你要特别去写它，要注意有这个式子，好。但至少这个在我讲话的脉络里面，我大概会让你知道 delta y、delta x 是什么，好，就是类似上面这个东西。那这个符号呢，我现在再举下面两个例子。所以我刚刚已经举过，就是这个线性逼近的第一个应用啊，就是直接计算。那我现在要谈的是第二个应用。这个第二个应用是说，即使就公式的层次来讲，线性逼近经常也有特别的意思。好，那我举例子让也说明一下。我现在举两个例子，但这两个例子其实是一个例子，只是他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就也角度不一样。好，第一个例子是说，我现在给你一个球，好，就譬如说地球，然后我要算地壳的体积，好，譬如说这样子。所以呢，地球的半径假设是 r， 然后假设这个厚度呢，假设是 h， 好，那我现在要算这个球壳的体积，所以当然第一个你要知道下面这件事，就是球体积啊，这是球的体积。所以我现在只是要算球壳的体积，所以当然很简单啊。我本来就没有说这个很难。这样子，然后你就把它带进公式就开始算了，好，这没有什么，这样子。但是我不想带进去算，好，我现在要耍赖，就是我要用线性逼近来帮忙我算，这样子。因为大致上到了这种程度，我其实不用算得太准，好，我想大致上知道它大概是多少。所以呢，你现在注意到，这是一个函数，在 r 跟 r 的附近中间的差，这刚好就是这样子，哦，就是这个 a 呢，你可以想成是大 R， 这个 h 呢想成就是那个边的 h， 这样子。所以呢，你其实可以用这个式子，所以我们来小心一点用这个式子哈。我要把 r 当作中心，所以我们来看 vr 减掉，所以呢，它是等于负的 v r 加上负 h 减掉 vr。我之所以做这么无聊的事情，是因为我想要配合左边的公式的写法。好，也就是说呢，左边的公式的写法是 a 是为主的，然后这是 a 的附近。那我刚刚在做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把大 R 当作为主的，好，然后把那个 r 减掉 h 当作就是说在它附近的稍微变一点点的地方。所以根据这个原则，我只好把大 R 写到右边来。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就只好前面加负号哦，所以是这里面这个式子，是里面的部分呢，我要用
我现在写在就是左边这个式子的样子，好吧？那还有这个你要小心，因为你写成附近，因为写成简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忘掉那公式，你想说没有这个公式，那千万不要这样，因为减掉 h 其实就是加上一个小小就是这个东西，好，到这个位置呢，你现在可以完全配合左边的式子，所以它大致上等于负，好，然后呢 v prime r 乘上负 h。有没有？就是因为这个式就是我左边那边要写的，所以呢大致上就等于 v prime r 大 R， 然后乘上它那个微小的变动，所以呢再把它写起来就变成 v prime r 乘上 h， 好，变这样子。那 v prime r 是什么？我们来微分一下，那这很简单，4拍平方，对不对？这边有点眼熟啊，4派 r 平方，4派 r 平方是什么？好，有没有人知道？4派 r 平方是这个球的表面积。那有些人可能不知道，那我就跟你讲，就是它是4派 r 平方，是球的表面积。球的体积微分是球的表面积，这还蛮厉害的哦。现在大家开始回想一下，你小学学的圆面积，圆面积是多少？好，圆面积派 r 平方，对不对？你对 r 微分是什么？有没有？圆的面积微分是圆周长的公式，好，这中间是有玄机的啊。好，我现在只是提醒你有这么一件事。好，所以现在根据这个式子，我得到它其实等于4拍 r 平方乘以 h。OK， 这个式子不是精确的式子，我已经讲这是线性逼近的式子。但是我刚刚说我要让你知道，线性逼近通常针对复杂的式子，它其实有简化那个公式的功效，而且这个简化通常是有意义的。你看看它这个式子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球壳啊，这个球壳的这个厚度啊，整个的体积大致上等于这个球的表面积乘上它的高度，这就有点像你在算任何柱体等于底面积乘以高一样。好，所以它整个东西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然后你注意到它里面所牵涉到的东西都是你常用的几何量，虽然它不是精确的公式，但它是有意义的量。OK， 也就是说，它在做线性逼近的时候，它给你一个好的公式。好的逼近式这样子，那这个地方我应该要给你一个习题，这习题我忘了出在讲义里面，所以适合当做考题，但是因为讲了，所以不会考。好 ，OK， 我做一个完全类似的问题，但是你们现在其实马上就可以做了，我一样可以做这个问题，但是这一次呢不是球，而是圆，然后我要算这个旁边这个，旁边这个环形区域的面积。那依照左边这个，其实你根本就可以直接猜这个公式应该是什么。这个环形的面积呢，你依照刚刚这个东西的猜测，它其实应该要等于2拍 r 乘上 h， 如果这厚度是 h。好，因为它应该就是那一圈乘上 h， 那就好像所有的长方形公式啊、平行四边形的公式一样啊。那它绝对不是精确的，但它是有意义的，逼近这样子。OK， 好，那我下面要再讲下一个例子。那我说过这个例子其实是有关的，跟这个有关。好，所以我再把它拿来写一下。所以假设我有一个球，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我的问题是这样，这个球呢，我测量的结果是半径是 r， 但是呢，我在测量的时候有测量的误差，任何测量都有误差，所以呢，假设我知道这个误差是，假设我知道误差是 delta x， 就是我现在因为测量去测量它，但是譬如误差可能是就是某一个值，
那现在请问，因为这个误差造成你去计算体积的误差大致上是多少？你现在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跟刚刚的问题其实差不多？哦，虽然这个左边是很实际的计算球壳的体积，那这个地方呢是说，原则上我算出一个，我量出一个 r， 但是因为我心里面知道它有一点点误差，我想知道这个误差造成我体积上的计算的误差是差不多多少，所以呢，所以它写下来其实就是这样，我的 r 在这里，因为我的误差在这里，因此我写成这个误差以后相减，然后它的误差大概就出来了。然后呢，我利用线性逼近去做它，这我就不再算，因为跟左边完全一样。哦，所以依照你刚刚对于这个公式的领略呢，你现在已经知道它应该等于4拍 r 平方乘上 delta x。那 delta x 有可能正，有可能负，哦，这都有可能。但是它同时也就是表现在这边，哦，如果 delta x 稍微多一点，那这个体积就会差是正的 ；delta 如果小一点，它就是负的，所以完全合理，哦。所以这个是虽然是两个情境完全不一样的例子，哦，但是基本上它所用的东西完全一样。那在这个问题里面，其实经常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样子。这个东西我们称为绝对误差。好，但是绝对误差有时候有点荒谬。举例来讲，你现在看到我这边的讲桌，对不对？从这边到这边，我现在跟你讲说，我现在测量这个讲桌大概是2公尺，但是它的误差大概是1公尺，你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但是呢，你如果跟人家讲，我测量地球的半径是大概6000多少公里点，然后呢误差大概是1公尺，那你就是非常厉害的人了，哦。所以同样的误差是1公尺，可是为什么感觉差这么多呢？这是因为它有一个相对的成分在里头，因为你的1公尺占的这个桌子已经一半了，哦，所以实在是没什么了不起，就我随便讲都比你厉害这样子。所以呢，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我们称为相对的误差。那相对误差的问题，通常大概是这样：假设我去测量我的，譬如说地球半径好了，假设我知道相对误差大概是譬如说1%，也就是你的误差占你那个整个半径大概1%，请问？你因为这样子所造成的体积的相对误差大概是多少？好，它问题大概是这样。好了，那这个问题我们要稍微想一下，怎么样去把它写得比较清楚。OK， 所以第一个，体积的相对误差是这样，就是这是你的，好吧，写清楚一点，就是这是 VR， 然后 delta V 就是我刚刚写的，啊，这是 delta V， 这样。delta V 就是 r 加上它的，就是这是你测量的结果，这是你加上误差的结果啊，然后去看两者的相差除以 VR， 这样子，好吧？其实我应该省略这个 VR， 我等一下就要写了，先把它写成看起来比较简单的样子。那我也不妨把它加上绝对值，因为通常你给对相对误差的时候是给绝对值，相差1%，但是有可能是正1%，有可能负1%这样子。delta V。你如果要实际算也可以，但是我现在希望利用相对误差来简单计算，所以相对误差现在写下来变成4拍 r 平方乘以 delta x， 对不对？然后这个下面这个地方呢是4/3拍 r 3次方，写成这样子。好。好，我知道，没有关系，我就用这个方式写下去。我等一下再跟你讲，这样写的有一个小小的缺陷，这样。好，那就是这样。这个式子不要写等号。我跟你讲，你们在期中考写这个式子，我会扣分哦。等号跟那个近似值你要记得，因为它不等就是不等啊，你不要故意把它写成等。好，所以我这边也写错了。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r 平方可以消掉，派可以消掉，4可以消掉，所以答案是多少？答案是3倍的 delta x 除以 r。这个就是你长度的相对误差。好，这公式不是写的太好，我刚刚说一个小小的缺陷是说，我其实一开头应该把这个 x 不要写成 x， 直接写成 delta r 就好了。好，那这样这个地方就会变成 delta r 除以 r， 那这样看起来比较好看。OK， 好，但没有关系，我既然已经这样写，就写成这样。反正你记得这个就是你去算的误差，但是除以你实际的长度。好，所以这就是你刚开头讲的。假设我测量误差的相对误差大概是多少，那这个事情就有点意义，因为这个跟每一个人测量东西的精确程度有关。哦，你如果比较没有什么经验，你的测量相对误差可能比较大。那有些人可能很有测量经验，他可能相对误差比较小，比如说这样子。好了，然后呢，你很意外的是，它出现一个非常简单的结果，就是如果你的相对误差是这么多的话，你乘上3倍，就是体积的相对误差。所以换句话说，你如果测量你的相对误差，通常是譬如说1%好了，你测量1公尺，误差大概是1公分，其实这也蛮大的哦。好，我们就先假设是这样。那你因为这样子呢，去测量这个球体积所得到的体积上的相对误差，大致上是3%，好，大概是这样。那这个式子呢，这么简单的逼近式，这么简单的结果，也是因为你使用线性逼近所得到的结果。好，这是我刚刚讲线性逼近呢，它本身会带给你有意义的公式，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好，其实是同一个例子，但是我意思是说，让你看到它的样子。如果你用真正的那个误差计算，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它反而会变得很复杂。好。那有时候你需要的是一些简单的逼近，帮忙你很快的去澄清你所碰到的那个情境。那这样子的话呢，这样子反而是比较好的。OK， 好，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关于这个线性逼近的第二件事情。好，第一件事是你可以直接算公式。然后不是公式，就直接去算一些函数的值。然后第二个呢是告诉你，你可以找到有意义的公式。那下面我还要再谈线性逼近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好，重访，我们要再回去访问一下，访什么呢？重访连锁法则。我们以前证明过这个连锁法则那个事情啊，就是我知道那个公式，但是我现在想要用线性逼近来重新探讨这个事情。那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这样：连锁法则是牵涉到合成函数，对不对？那合成函数的时候，既然我可以用线性逼近去取代那个函数，那我可不可以干脆就用直线？合成直线，那直线合成直线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会不会这样子，我就很容易就得到连锁法则的公式？好，现在的重点是这个。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把图稍微画一下，这个图要稍微画一下。这个图是示意图，不是很重要啊，我只要让你知道你大概知道你在做什么。好，这是 y 等于 f(x)， 这样子。所以 a 对应到 fa， 那因为你要做合成函数，啊，因为你现在要考虑的合成函数是，等一下，我要考虑谁合成谁，好吧？这换成 g 好了。好，这是 y 等于 f(x)。那你要合成的时候，当然你要针对 ga 来，好，所以它大概在这里，这是 ga， 对到这边，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是 fga。这样子，或者说，好吧，写清楚一点，这个是 a，ga 点。所以，当我们做合成函数的时候，是先把这个 a 带到 gx 那里面，带完以后，再把 ga 带到 f 里面去。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这边画的是 ga。好，我不是再画一个 a。
就因为你是 A 对应到 GA， 然后再从 GA 再对应到 FGA， 其实是这样子。好，然后呢，在这边你有切线，这边有一条切线，我们刚才已经说切线会逼近它，这边有一条切线，这切线会逼近它。好，所以从这个简单的直观，既然你在这一点附近，你全部可以用这个直线来取代。在这一点附近，你可以用直线来取代你这个函数，那当然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合成嘛，所以这就是这里面我这边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所以这边有切线，我把它写下来，切线，这是 y 等于 GA 加上 G' A 乘以 x 减 A， 这就是现在。好不好？理论上我刚刚拿一支绿色的笔，不过我现在分不出来哈，所以反正就是这条直线，这是切线。然后呢，这条切线是 y 等于 GA， 因为这个是 fx， 就是 f' GA。好，有没有？这个就是逼近这个函数的那根直线。这个就是逼近这个函数的这根直线，这样子。然后呢，我现在要做合成函数，所以呢 ，f(g(x) 在 x 等于 a 附近，依照刚刚这样讲，它应该会等于这个合成会近似于什么呢？把这个式子把它带进这边的 x 里面去。你如果觉得看不清楚，你可以假设这个叫做直线 LGX， 这个叫 LFX， 然后你现在做的就是把 LGX 呢把它带到这个 x 里面去。但是因为其实比较简单，假设这个合成的概念你觉得你还蛮清楚的话，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式子现在把它带到这个 x 里面去。所以我们把带完的结果看一下 ，GA 加上 f 的判的 GA 乘上 x， 但是 x 就是我现在要带的东西 ，GA 加上 G' A x 减 A， 然后呢减掉 GA， 这样子。好，然后这边这个消掉。好，那我把结果写下来，所以我得到 f(g(x) 大致上等于 GA 加上 f'(GA) 乘上 G' A 减 A， 所以大概是这样。但是因为你现在是线性的函数合成，所以看合成以后呢，它还是一个线性的函数，你直接看到这还是一个线性函数。但是呢 ，f(g(x) 又大致上等于它，所以这表示什么？这表示 f(g(x) 因为你记得这个函数，当它要写成线性逼近的时候，应该是第一个是 a 带进去，等一下，我有东西写错，是这个，这个是 GA， 对不起，这是 FGA， 这个写错，所以这样子的话，这是 FGA， 想说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式子？好了，所以得到这个式子，所以它大致上就是把 x 等于 a 带进去，加上，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本来它应该有的 x 减 a， 主要是这一项。这一项是什么？这一项就是 f(g(x) 在 x 等于 a 的导数。所以换句话说就是 f(g(x) 的微分，然后代入 x 等于 a， 就得到这个式子。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就是连锁法则。好，就这样子。
就是我们上礼拜讲这个逼近呢，最重要是讲这件事，就是我有个目标啊，比如说我有个函数，然后呢，我现在找一个比较容易计算的式子，然后它非常靠近这个函数，以至于我在计算这个函数呢，我可以用逼近式来计算，啊，相对来讲简单的很多。那这是我们上礼拜的主要的讲的东西。那当初我们讲这个叫线性逼近，就是用切线呢，去取代这个函数，在某一点附近啊，你记得它总是在某一个点附近。那另外一个，我们今天要稍微谈一下，但是还不算重点。所以我们把它写成等式，然后把这个地方叫做误差。好，写成这样子。那这当然就是你有一个原来的式子，然后你现在有个逼近的式子，所以这个相差的东西我们叫做误差。这当然。那你稍微仔细想一下呢，如果你只是把目标分解成两个，你其实都可以写成这样。譬如说你的目标是1，你用99去逼近。然后误差是98，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写，也没有人说这个等式不对，至少这等式当然是对的。但是这很荒谬，因为没有人会用99去逼近1，所以当我们讲这个式子这样写的时候，其实里面有多一点点东西啊。这个多一点点的东西是第一个，逼近式当然是不逼近那个目标，然后这个误差相对于逼近式来讲，它其实应该要更小以至于这误差是其实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它才能够描述说逼近式跟那个目标非常的接近。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用这个第一个时间呢来讲一下说，在这个线性逼近的时候，当我把它写成这样，那意思大概是怎么样？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讲。所以大致上就在这一节就课程这一节的比较前面的地方。线性逼近我用一个方式来写。用这样写可能比较简单，我先写成这样子。好，那这个是线性逼近，我们上次讲的式子。那依照这边的写法呢，我现在把它写成等号。所以呢，这首先有一个逼近的式子，这是逼近式。然后呢，后面差一项东西，然后我把这叫误差。那这误差显然是 h 的函数，就是你固定 a， 你固定 a 只是让 h 去变动。那这边是当 h 变动的时候，你的逼近式的写法，那就是切线。所以另外一个地方呢，我把它叫误差。那随 h 而变动，所以它其实是 h 的函数。所以我把它写成这样子。那我要说的是，这个 EH 呢，就是这个误差，它其实满足两个性质。第一个，这趋近于0。那这当然，因为你既然号称你是逼近，就是这个式子是它的逼近式，所以当 h 很小的时候，当然这个随着 h 变小，它必须要趋近到这个函数本来的值，也就是 fa。所以第一个事实是没有什么，它几乎等于重讲说这个函数是连续函数，只是这个意思而已。所以这个趋近于0，那这个趋近于0是 fa 等于 fa， 就这样子。那比较重要的是第二个式子。第二个式子是说，相对于 h 来讲，这个也是0，就是相对于 h 跟 h 相比，就说这个误差跟 h 相比，虽然 h 在 h 趋近于0的时候，它其实也趋近于0，但是 EH 呢比上 h 来讲，相对来讲还要更小一点，那你如果对这个东西一点点概念都没有，你至少想一个例子你自己心里面想一个例子，譬如说 EH 大概是什么的时候，它会满足这个条件。那最简单的例子当然就是 EH，这是例子，比如说是 h 平方，h 平方相对于 h 来讲，在 h 趋近于0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常讲，在 h 已经很小了，但是一个很小的数的平方当然更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譬如说但是我并没有说它这个误差一定是 h 平方，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 EH 相对于 H， 然后它趋近于0呢，我只是举个例子给你看。好，那我们可以看看2个例子，所以我先举2个例子。我没有要证明这件事情，哈，这是个事实 ，the fact。我们举个例子，譬如说，我们先举最简单的例子，1加 h 的平方，好，那依照你们在上次小考，你们应该都已经知道了，这是它的线性逼近式，啊，因为1加 x 平方的逼近式是1加2x， 好，但是呢，它实质上算出来1加 h， 因为这个我们会算，所以其实是这样子。所以你现在把它回归到这个式，你稍微写一下，好，我们来写一下。所以 f 的 a 加 h， 好吧，你如果有点疑惑的话，反正 f(x) 就是 x 平方 a 取1这样子。所以这个写下来呢是1加上 h 的平方等于1加上2h。加上 h 平方，我只把这个式照抄一遍。但在这个抄的过程呢，你注意到这个式子就是我们上面写的式，所以它是线性逼近式。然后后面这个式就是 h 平方，那这就是 EH， 好，这就是 EH， 就是它误差了。其实简单的讲，因为你现在用1加 2h 去帮忙你计算1加上 h 的平方，所以误差那就这个式子。那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式子。还真的就是这个式子，好，但是我已经讲它不一定。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所以讲义上我还提了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1加上 h 的负1次方。那依照线性逼近，它其实是这样子，1减掉 h。那这个呢是1加上 h 分之1，好。那我故意把它写成跟这边有关，所以写下来应该是变成，我看一下哈，把它写成这样子。好，我再把它写一遍，所以1加上 h 分之1等于1减掉 h 加上1加上 h 的 h 平方。那这个是逼近式，这是线性逼近。就是我们上面写这个式子，但下面这个式子呢，就是我所谓的 EH， 就是在这个函数下 ，EH 呢，事实上等于1加上 h 分之 h 平方。然后你可以检查一下这个式子是不是在 h 趋近于0的时候，看它是不是趋近于0？那当然是了。OK， 就是因为这个 h 消掉以后。下面这个1加 h 是没有影响 ，h 趋近于0的时候就是1，好，所以上面这个分子趋近于0，所以答案是0，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逼近呢，我今天要提醒的是，然后最后面在这一个小节的最后呢，有一个小小的篇幅，那我们把它合在一起讲，因为其实跟这个有关，唯一的差别是，我要把这个式子，好，我现在要把这个式子呢，我稍微把它换一下它的写法，所以呢，也就是说，我回归到原来的 x 的写法，我把它换成这样，所以呢，这边写成 f(x)，fa 加上 f 和 a。x 减 a 也是本来那个切线的写法我不用 h 的写法，就是在左边用 h 的写法比较写得清楚因为它单纯就是 h 的函数。那现在我要把它改写成这样，那就是原来的函数，那这是切线方程式那这是线性逼近这不是等号，对不起，所以这个地方应该要有个误差 x 减 a 应该是这样。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要介绍一个新的名词。这个新的名词后面会用到，就是我们一直讲这叫线性逼近。
但是我现在要把它叫一阶逼近。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那重点是这个一阶的一因为线性逼近完全指的就是说它是切线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那这个一阶的重点指的是说，这是一个多项式，但是这个多项式呢，它只是一次就是一次多项式，所以指的是这个的次数这边有一个一，就是这个一阶呢指的是这是一次方这个事实。那之所以这样讲，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谈逼近线性逼近不是我们它是一个非常方便、非常好用的东西但是我们要谈的逼近呢，可能比这个更多一点因为牵涉到你要更精确的去逼近它。所以呢，换句话说，我写的一阶，意思就是说可能会有2阶逼近，可能有3阶、4阶、5阶那这是后话，这个我们暂时先不讲。那除了这个一阶呢，前面其实还有一个0阶还有一个0阶。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但这个0阶逼近其实有点搞笑因为你现在想想看，你依照我刚刚思考的逻辑，现在假设你有个函数 f(x)， 你现在要用一个0次多项式去逼近它，0次多项式是什么？0次多项式就是常数嘛，对不对？那你记得，当我们谈逼近的时候，你一定要讲在哪一点，因为它毕竟不是那个函数，所以你要逼近它的时候，你要先取定你要在哪里逼近。所以现在假设你要在 x 等于 a 对 f(x) 做一个0阶逼近，意思就是说我要找一个常数去逼近 f(x)， 然后在 x 等于 a， 所以这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你要找常数要找哪一个？你至少你要让 x 等于 a 的时候函数值要一样嘛。所以呢，其实你唯一的选择就是选 fa， 因为至少当 x 等于 a 的时候，这两个相等，所以这个逼近应该这样写。虽然这个逼近有点荒谬，因为我们都知道实在差蛮多，你函数只要稍微是斜的，你用一个常数去逼近，怎么样都差很多但是不管怎么样，至少这个逼近就 x 呢，在 x 附近还勉勉强强，因为就是那个函数值旁边的一点点的数好，那现在重点是。这也有误差不能小看它，因为它是0阶逼近，但它还是有个误差嘛，所以这边还是有误差。那这误差要怎么写呢？好，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学过平均值定理，所以呢，其实如果依照平均值定理，这边其实有个写法，关于这个误差，我把这个误差擦掉。它其实可以写成 f'(c)。这个完完全全是平均值定理，就是因为依照平均值定理，你有 f(x) 减掉 f(a) 除以 x 减 a 等于 f'(c)。所以这只是平均值定理的一个改写。那其中可 c 呢，在 a 与 x 之间。这也是我们知道的结果。这样子，所以你注意，我们把平均值定理改写成0阶逼近的逼近式，其实是这个样子。这是0阶逼近的逼近式，然后这是它的误差。那从这个式至少你可以看到一个事情是 ，x 趋近于 a 的时候，这个地方会趋近于0，对不对？因为这个可 c 是 x 跟 a 中间的某一个数，那只要这个函数够好的话，反正这个一阶导数呢，其实就是在那附近，跟 f(a) 差不多的数，所以在 x 趋近于 a 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趋近于0，因此呢 ，x 这个式呢就会 f(x) 会趋近于 f(a) 意思是这样子。好，那所以如果是这样子呢，在这个一阶逼近其实这个地方其实有个特殊的写法那就是我最后要介绍。我先不证明这个写法，因为我们到这学期的最后会回到这个问题来。那我先写的是因为它等一下会对我们有点用，我把它写下来。它其实写成这样。那我之所以要先讲这个，是因为这个你已经学过了，然后所以我现在在讲这个的时候，你注意到中间的异同，
当然它是不一样的，因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逼近。但这两个式子呢，其实有一点点类似的地方，好，就是我把它写成像这样子的式子，然后这地方有个可 c， 表示说可 c 呢也是在 a 与 x 之间。所以你不妨把它想成广义的平均值定理，好，所以你暂时也还不太确定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这样子。好，那我要把这个式抄在左边，因为等一下我要用到。好，那到这个地方呢，大概就是我们关于这个我们跟逼近的第一次的接触。好，给你一个函数，我找个逼近式，逼近式是一个简单的式子，但是它们中间有个误差。这个误差呢，我有一个写法，至少我可以知道这个误差大概长什么样子。哦，对，然后提醒各位一下，你注意到这个式子，它的确满足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式子。哦，唯一的差别就是这边要改成 x 减 a。这个 h 要改成 x 减 a， 然后这边写成 x 趋近于 a。那你注意到它那个平方，好，所以因此它满足趋近于0，而且除一格的时候它还是趋近于0。对，好，这就是线性逼近这一节。